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子。然后就是这次要来分享一下我目前就是变成 vegan 大约1年多左右的心历路程。其实这样讲有点奇怪啦，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是平淡的在过每一天。那想说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有看过我以前的文章或是影片 YouTube 影片的话，你应该可能会发现说，有些我以前的食谱或是实际并不是 vegan， 对，因为我是从大概去年7月才开始正式转变成为全 vegan 的。那我其实过去都和大多数的人，就是不是非 vegan 的大多数人一样，我的家庭很平凡，然后家里大部分算是什么都吃，然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然后就是和大家平凡，就所谓的平凡人是差不多一样，就是什么都吃。但是我大概从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应该算是小学啦，其实是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吃那个。我们以前叫汉堡蛋里面那个汉堡肉，那个比较像是组合肉的那个东西，我吃那个我的胃常常就是胃会不舒服。然后后来呢，我就是也渐渐发现说，我吃水饺，就是那种什么猪肉水饺或是锅贴，我的胃也常常会不舒服，就是那种有绞肉的东西。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不舒服，所以我之后是比较少吃红肉类，我其实本身也没有那么喜欢吃它们啦。然后大部分之前就是在我非 vegan 之前，我大部分爱吃的是鸡肉。很好笑的是，因为它的就是那种肉的那个味道没有那么重，所以我才比较偏好是吃鸡肉。但是如果就是像我自己平常不是特别去什么餐厅，就是以前的话，我也其实也很少吃肉，就是不会特别去买肉来吃这样子。可是我很喜欢吃鸡蛋跟那个牛奶，我过去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蛋跟奶。那他们尤其是在那种都是点心中是，现在普遍法式点心中很难找到就是特别替代的东西这样子。尤其是奶，我从小就喜欢喝奶，而且就是我记得我在刚变成就是转为 vegan 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想念奶那个味道。那真正要说起来，为什么我会转变成 vegan 呢？那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for animal， 就是动物。因为就是我自己有看了很多的影片跟阅读许多的文章，那进而发现了解，算是我自己的一种领悟吧。就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吃它们，这些动物有它们就是生活的权利。那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伤害生命来满足我们的口欲，这样。我相信很多就是 vegan 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转变成 vegan 的。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像我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渐渐没有断掉就是肉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健康角度出发。但是我真的让我就是完全确认转变成 vegan， 抛弃蛋奶的那个原因是真的是因为动物。那有些人会说，牛奶不是生命啊，鸡蛋有些人也会觉得，它还没有就是成长为小鸡啊。但事实上，如果你去了解畜牧业跟就是养鸡业，他们的对待鸡或是牛的方式，你会发现真的。我这边要特别想要提到一个，是算是让我变成 vegan 很大的一个人，就是他叫那个 Ed， 他的频道叫做 Earthing Ed，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就是我会把他的频道链接放在描述框那边，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就是有很多丰富的资讯内容，那让我觉得很能让我就是跟他觉得 relate， 就是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也不是 vegan， 他也是大概从我记得是22岁吧，还是20几岁的时候才
转变成 vegan 的。那你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故事，因为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的故事还蛮那个叫什么，就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我这边就不提，卖个关子。不过是英文，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人想听的话，我可以在下面回答啦。对，然后回到我的 vegan， 就是我的 vegan journey。然后当然我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大环境，但是我认为如果很多人渐渐的不吃蛋奶，我相信没有这些就是利益所在的话，这些伤害自然就会减少。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要求，我也不会去要求，但是这是我要分享的，就是这是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些动物不应该被这样子的对待。我们如果可以爱护猫、爱护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爱护猪、爱护牛、爱护鸡呢？就是这让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动物贴一个标签，不管是觉得它是，比如说猫狗，你会贴一个它是宠物的标签，然后猪跟牛就觉得贴一个它是食物的标签。我认为这或许是我们传统历代以来所造成给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我认为真正能取决判断事情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就不再去碰那些动物性制品，包含蛋奶。那就从去年2018年7月那段时间，我忘记真正日期，就是大概7月那时候开始，我就不碰蛋奶。然后我身体有什么影响的话，要谈身体的话，我觉得很多 vegan 可能会说，你可能也会听到很多 vegan 说，他们会觉得代谢变好，或是没什么过敏。但是你也可能也很听到很多 vegan 说，他们觉得很不适应，肠胃消化不好这些。那其实我觉得我的身体没有算太大的变化，不过有一个点是，其实我从以前就有一点，就是我的胃容易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容易那个胀气，就是他们所谓的 bloating。然后我后来去查，是因为如果你开始你如果是从一般的饮食开始变为全 vegan 的饮食的话，而且又像我很爱吃5星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就是消化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他们不好，是因为你的身体不习惯这么多的纤维质。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吃那么多的话，你后来一容易吃，当然会不习惯，就是你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期，让它慢慢适应。但是我想特别提的是，我的那个 bloating 还蛮久的。我在猜，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太爱吃甜点了，所以就把自己的胃搞坏了。因为我之前也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前阵子开始吃，就是尝试一些新的方式之后，我的 bloating 跟那个叫什么 reflux 那个胃食道逆流好很多。那基本上胃食道逆流是没有了 ，bloating 偶尔还会有，就是刚吃饱的时候会一下下，但是后来基本上都比较没有了。那很多人可能会另外问说，那我如果看到一个真的很想吃的东西会怎么办？或是你想要吃那个东西，但他想要做那个东西，但是里面有动物性食材怎么办？那第一个，我先讲第一个。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真的很想要吃的话，我会去尝试找 vegan 的替代品。比如说，过去我很喜欢喝那个热可可，那我就会尝试着用植物奶加上其他调比例去调成我喜欢的热可可。还有另外就是像，还有什么？其实我有点临时想不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抛弃蛋奶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其实完全不会去想念它们，因为我觉得你抛弃蛋奶之后，你反而会发现更多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像我过去可能我就只喝牛奶，但是我现在喝豆浆、喝杏仁奶、喝核桃奶、
喝米浆，喝很多很多我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会喝的东西跟尝试的滋味。然后另外讲第二个，如果我想做一个东西，但是它里面有动物性食材怎么办？我的想法马上就是我看可不可以找到东西替代去试着模拟。当然这中间也可能会产生很多失败品，对，我常常会有做一些失败品这样，所以我有的食材耗材量还蛮大的。不过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就是测食谱做实验的感觉啦，所以就觉得还好，我就觉得还能习惯这样，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啦。然后变成 vegan 之后，我认为我尝试到更多的东西。很多人认为vegan 是一个 restrictive diet， 就是很有限制性的饮食。但我认为这要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它不一定是要 restrictive。我们其实植物的选择 ，vegan 的选择相对起你吃肉好了，选择性更多。而且颜色更缤纷。我深深记得我哥哥结婚的那个喜宴上面，就我吃 vegan， 然后我就有一个素的那个套餐这样子，然后我妹就突然盯着我的食物看，然后我就说，她当然有她的食物啦，所以她就盯着我的食物看，我就想说你在看什么？然后她就说，我觉得你的看起来好好吃哦，因为好多颜色。那这马上让我想到，就是 vegan 其实会让你的盘子充满了各种的色彩，你看了也会很开心。然后就是我变成 vegan 后，基本上很少遇到就是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事。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过去可能会跟家人出去吃东西，但是现在我大部分都是自己准备自己的食物，因为外面的 vegan 餐就是台湾还不普遍，所以 vegan 餐厅相较起来普遍都比较贵，也是有素食的啦，就是他们那个比较算是宗教素，就是可能有蛋奶可是没有五星的那一种。然后我是一个非常爱五星的人，所以觉得没有五星怎么可以呢？就是会少了很多味道这样子。然后就是，所以我大部分现在都是自己弄自己的吃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 vegan 影响我的人就是如果大家以前知道我有时候偶尔会接那个商业合作邀稿这样子，我在文内都有注明，所以你可能会有看到过的。那过去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就是我有接一些非 vegan 食物的邀约。那因为我现在变成 vegan 了，所以这些案子自然而然就少了。那我会因为这个难过吗？其实不会，我觉得，因为我是以我的价值观为中心去思考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认为对的事情，所以我不后悔，我也觉得我会一直这样下去，因为这已经是变成我的核心价值观了。收入上是影响蛮大的，但是我认为我不想要让钱压过我的价值观。我认为我想要依我的价值观做我觉得对的事情，我不想因为那些钱而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做，让自己觉得我是在做伤害动物跟伤害环境的事情。想特别讲一下，就是这是我的 vegan 观念跟想法，我并没有想要去比如说责怪任何的人。因为我的家人也不是 vegan， 就是都还不是 vegan，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是还是要你自己去领悟，才会真的从心底改善，而不是别人跟你说你要 go vegan 你就 go vegan 这样子。所以这样就是大概我的 vegan journey，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漏了什么，应该没有吧。就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过得很平静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会希望我的家人慢慢能转变成 vegan， 但是
就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而且就是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么丰富的资讯，关于 vegan 的资讯。但我认为 vegan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那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vegan world， 就是全植物没有伤害动物的世界，但是如果我所撰写的食谱跟分享的事情能够影响到那么一点点的人，我相信会有更少的动物受伤害，然后更多的人懂得去领悟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对动物所做的一切。然后就先这样啦。那如果我有漏掉什么我没说到，或是你还有很好奇的事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可以 #Nora ask Nora， 就是 ask 问我这样子，或是问叶子这样子也可以。这样，那这次就先这样。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因为我才刚吃完午餐，所以等下还要想等下干嘛。可能做食谱吧，对。那这次就先这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Namaste。